陪宋长卿下放的第3年，他得召还京，却没带我，带了恩师之女。阿乔，淑玉体弱，不比你吃的边关之苦。他劝慰我，且等明年春天，我再来接你。我抹撒着手上的冻伤裂口，没说话。他不知我不会等他来接了。7日后，他登船回京。相送的百姓中有人嚷嚷：大人上错船列，阿乔娘子在那边船上。宋长卿失了从容，追问：是去何处的船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一早买完船票回来，我到市集支起摊子，周围人都不解，都要去京城了，娘子还这么辛苦做甚？苦熬这些年，大人怕是要八抬大轿抬娘子回京城里。我心里苦笑，他们不知那轿子抬的不是我，是宋长卿捧在手心的那位千金小姐。可最终只笑着回道：去新地方多备些盘缠总是好的。没说的是不是京城，是青州。哎呀，大人来了！我心里一咯噔，回头，宋长卿一身官袍，长身玉立，向来温润的人，目光沉沉地看向我。他身旁沈淑玉像一朵娇花，轻轻依偎着他。一入了家门，宋长卿便蹙眉道：我知你想同去，可不想你会干出这种事。他从不许我摆摊，叫我学沈淑玉那般的大家闺秀，不可轻易抛头露面。可他不知，我摆摊是为了他。边关小镇，俸禄经常连着几个月欠发，他又两袖清风，绝不收民一针一线。若不是我这3年夜夜挑灯刺绣，起早贪黑摆摊，我们早饿死了。可话到嘴边，听他叹了口气：罢了，正巧淑玉想吃枣糕了，你拿着赃银去买些，也当将功赎罪了。我突然不想辩解了，悲怆地笑了笑。宋长卿，你以什么身份说这话呢？没成过亲，没拜过堂。他怔了怔，大概不解一向温顺的人怎么变了。宋大人把我一弱女子留在这西南蛮荒之地，我若不为自己谋划挣钱，如何活得下去？他眸光闪了闪。我说过今后会寄来俸禄，我哪里敢信？左右6日后，君往京城，我去青州，再不相见，何必多言？于是拎上菜篮，出门买菜去。身后传来沈淑玉的啜泣声：宋家哥哥，都怪玉儿贪嘴要去赶集，才害得你们吵起来。你昨儿送我这簪子，拿去给姐姐赔礼好不好？宋长卿回过神来，温声哄道：这簪子本就是给你的，你阿乔姐姐不喜欢这些，怎么会有女子不喜欢呢？他不知，早3天前我就听人讲，娘子可知大人买了只玉簪？哎呀，怕是趁着升官和娘子生辰，要下聘礼。当地习俗以玉簪为聘，夙愿即将得偿。我开心的一晚没睡着，把偷偷绣了大半年的嫁衣翻出来，多添了几朵花。可昨日生辰，我掏出摆摊许久攒的钱，做了整桌饭菜。等了许久，实在无聊，把喜帕也拿出来。第9个喜字绣了一半时，宋长卿终于回来了。他带着倦意解释：淑玉闹肚子，我多陪了些时辰。接着轻笑：阿乔，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宋长卿要娶我啦，就不怪他陪着沈淑玉那么久了。我抿唇笑，不自在地别开眼神。哎呀，送那种东西干嘛？贵得要死。再说我带着又不好看，也不方便干活。怎么会？他从袖中掏出一物，也就那时，沈淑玉提着裙摆走进来，云环上正插着那只我久待未至的玉簪。宋家哥哥，你送我的簪子真好看。看见我，他捂住嘴，眨巴着小鹿一样的眼睛。是不是送错人了？宋长卿笑笑：就是给你的，我想着你若回了京城，少了这些，不免遭人看不起。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回头看我。阿乔也能理解的吧？他问过我许多次这话，我似乎应该要能理解。理解她是千金小姐，所以他舍不得见她干一点活，却可以坦然接受我整日劈柴烧饭。理解他得了官府发的100两上任盘缠，就急着给他买了玉簪，哄他开心。那玉簪听说价值10两，我要日夜不休的刺绣，做上整整1年，
才能挣到这么多钱？回过神，我妈撒着桌上那只麻布手套，轻声说：“我不理解。”宋长卿蹙眉，舒玉父亲与我有恩，又是孤身一人来投奔，如何连这点怜悯之心都无？他似乎忘了，我6岁母父尽失，从小寄居人下。宋长卿叹了口气，拉过我手：“阿乔，我也是为你着想。快入冬了，挑水劈柴这些总是容易受伤。”我愣住，可我们不是要去京城了吗？他似有不忍。阿乔，这一次没法带上你。接着便是漫长细碎的盘算。舒玉体弱，乘轿去了10两，纺船方稳当，又去了20两。哦，他为了沈舒玉耗尽钱财，没多的盘缠给我了。宋长卿许诺明年春归必来接我，我淡淡应好。第2日一早就买了去青州的船票。我没想到买菜回去的路上能碰见宋长卿，他立在桥边，长身玉立。西南民风彪悍，女人们毫不掩饰地盯着看。阿乔，他拉住我手臂，别闹了好不好？不过6天就要走了，剩下日子我是真想好好陪陪你。我纳闷地看向他，过去3年，他忙于公务，一心为民，独独对我鲜少问津。我只当他是好官，不曾多想。可沈舒玉来了，我才知道，他总能挤出时间为他亲手打秋千，关心他1日3餐可习惯。怎么一走，突然就想陪我了？我直说不需要。宋长卿愣了愣，又温声问：“那可要吃些小食？”正好路过王家包子铺，肉包的味道香得我咽了咽口水。宋长卿笑了笑：“阿乔，你等我。”不过一会，他便捧着包子回来，清冷的脸上满是柔色。大人！忽然跑来个衙役大叫道：“沈小姐回去的轿子被刘匪抢了！”宋长卿急急命令：“立刻带我去。”我盯着地上滚了3圈的包子，发了会呆，叹了口气，捡了起来。肉包啊，20文一个呢。等到了家门，丢给隔壁大娘家的大黄狗。哎呀，宋家娘子怎么才回来？大娘拉着我进了屋，我才知沈舒玉没受一点伤。那匪徒一听说是宋县令的妹妹，直到不杀好官，都撤了。但是所有人都看见宋长卿如何紧张沈舒玉，亲自背着她走了2里地。娘子，我瞧那姑娘搂着大人的脖子，嘴儿都要凑到脸边了。虽说娘子这样温柔贤惠的，那样的妖精是1000个也比不上，但总得放心才好呀。大人这往后可是当了京官，娘子可得好好守住。我闻见了肉香，问大娘：“这是杀鸡了？”“哎，是，还剩了半只，娘子要？”“正馋呢。管宋长卿那事，还不如多补补这些年少享的福。”一回了屋，宋长卿竟然也在。他衣袍沾了灰，许是跑着去急了，跌了。正纳闷这次怎么不去陪着沈舒玉，看见了他只穿了木屐，脚边一双皂靴，裂了鞋头。阿乔，这靴子且拜托你缝补下。从前我是挑灯熬夜，也得帮他缝补好。可如今我只是推辞。长卿，我累了。他蹙起眉，有些迷惘和不解。不过是缝补靴子，姐姐怎么这都不体谅宋家哥哥？沈舒玉走进来，走到宋长卿身边，为他说话。平素宋家哥哥对姐姐的好，难道都为了郎心肺不成？我笑了。沈姑娘这么心疼你宋家哥哥，为何不亲自帮他缝补呢？宋长卿突然开口：“阿乔，舒玉只是心疼我，你何苦要刁难他？”我这哪里是刁难？他叹了口气：“你明明知她一个千金小姐，哪里做得惯这些累活？原来她也知道是累活，也知针尖刺人，油灯伤眼。我向来想着，这么多年情分，不至于闹得难看。可此时，一股无名火突然腾到心口，冷笑道：“女工同德，颜容并称4德。她既官家出身的小姐，更该擅长此道不是？更何况不过是缝补双靴子，还是忙着去看她安好，跑坏的靴子。别说了，姐姐不心疼哥哥，我来疼。”沈舒玉落下清泪，一手拿起宋长卿的靴子，一手提着裙摆跑出去。
宋长卿喊了几声不得，回头对我冷冷睨了我一眼，也走了。我砰地关了门，宰鸡煲汤。只是这鸡汤太咸，咸得发苦。回想这10多年，我自幼寄居宋家，与长卿同吃同住同睡。他少有才气，12岁闻名京野，但书册、宣纸样样要钱。我不过9岁就拈起针线，嚷嚷着要跟宋母学刺绣。起初扎了好多回手，被他看见。向来沉郁寡言的少年生了气，找上宋母：“娘亲，你别教他了，孩儿替先生抄书也能挣钱。”宋母打趣他：“还没拜过堂，就知道疼人了。”少年红了耳根，甩袖离去。是什么时候变了呢？大概是从他16岁拜在沈父门下，时不时腰上多了香囊，书中多了花笺。我去送饭，他同门调侃：“宋兄的美娇娘又来也。”他沉下脸扫过众人，羞得胡说。我只当他还童少时那般害羞，直到后来发现他藏着的画轴都是一个女子，娇俏的小姐，或扑蝶，或棉花，情意昭然若揭。我哭了好些日子，安慰自己他们门第不合，不能在一起，依旧待他事无巨细。可宋长卿19岁高中状元，我以为完了，但沈父恰因党争获罪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春风得意之时，宋长卿舍了前程，也要为恩师上谏。流放消息一出，原本还时常缠着他的沈淑玉再没登门。宋长卿失意落魄时，身边只有我，也是我变卖了娘亲留下的玉簪，凑够了上任的盘缠，陪他南下。启程那日，他对着宋家祖宗牌位磕头起誓，他朝若能回京，定娶孟家娘子孟乔为妻，生死不负。可3年后，他放在心尖上的人依旧是沈淑玉。我醒来时，正看见宋长卿坐在床边，眉宇深蹙，指节捏着一片票据，正是我去青州的船票。见我醒了，他无奈地看向我：“阿乔，你以为回京只是买张船票的事吗？下了船还要走过6座城，处处都是花小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票也买错了？”我一愣，知道他是误解了，起身淡淡回道：“是替隔壁王大哥买的。”宋长卿舒了口气：“是我想多了，你乖乖在此地等我。我已拜托新县令，分别这几月对你多加照顾，只是3个月，很快就会回来。”好。见我这么听话，宋长卿神色欣慰。他出门时踉跄了一下，我诧异看过去，看见了缝得歪七八扭的鞋头，倒是常情，这般也要穿着，怕是辜负了沈淑玉的心意。之后几日，我不再把一颗心都放在宋长卿身上，毕竟此去青州，盘缠约莫要10两，我整日忙着刺绣挣钱。曾经我在京中时，绣品就因手艺精妙，常被官家小姐争抢。若不是跟着宋长卿来这小县城，也早该是余裕丰厚。直到离开前第2日，我凑够了9两，去了当铺当掉嫁衣。掌柜不住感慨：“绣工真好。”说着进屋里要给我拿钱。掌柜，这红衣我看着煞是喜欢。我回头是沈玉书，他微微一笑：“原来是姐姐，姐姐也要这衣裳吗？那我让给姐姐好啦。”只是他上下打量我一身粗布衣裳，嗓音柔得出水：“这都怪宋家哥哥，把钱都使在我身上，让姐姐连买件体面衣裳的钱都没有。姐姐放心，他在官府办事，一会来陪我逛街。我当面替你好好说说他。”我不知为什么，他明明是关切的话，到了我这里却刺耳极了。我淡淡回他：“那妹妹可要好好努力了。长卿母亲可是念念不忘当年沈家对被贬的长卿避若蛇蝎之事。”他脸色一变。不远处，宋长卿着一身月白长服走来，君子如玉，引得街边女子低声细语：“宋家哥哥，姐姐同我争一件衣裳呢。”沈淑玉揽着他手臂，杏眼微红：“怪我一个无父无母之人，不该肖想这些。”几日不见，宋长卿瘦了些许，他眼神落到我身上，有些迟疑：“阿乔，淑玉皮肤娇嫩些，这般好的绸缎，不若就让给他吧，总归你也不需要，就和那翡翠手镯、麻布手套一般。”
他过惯了金贵生活，就该值得好的。我吃惯了苦头，就活该遭罪。我面无表情，那得看他出多少价钱了。宋长清猛地看向那嫁衣，又看向我。沈淑玉笑了，原来是姐姐当的，那不若送给妹妹好了。老板娘走了出来，姑娘说笑了，这嫁衣可当给我家了，非2两银子不卖。明眼人都知道这价格虚高了。宋长清只直直盯着我，我蹙了蹙眉。我一介女流，留在这县城过冬天，柴火、粮油样样昂贵，总得多攒些银钱，替自己打算打算。阿乔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宋长清嗓音沙哑地开口，既然是你亲手做的，为何要当掉？再说，我不是说了吗？等去了京城，会把俸禄寄回来。谁信呢？我执意要当掉。最终，宋长清还是以2两的价格买了下来。沈淑玉眉开眼笑，我也放下心。去青州的盘缠算是凑齐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难得闲下来。1日午后回来，竟看见宋长清撩起衣袖，拿着斧子劈柴。从前我体谅他读书人，哪里舍得他干这些粗活。而沈淑玉只是拿起个扫帚，他就心疼的不行。3个人的生活重活全拉在我身上。如今我只是懒懒倚着梁柱瞧。宋长清直起腰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看着我笑。阿乔，我多批些，这样冬天你也不会那么辛苦。我淡笑不语，并不感动，只觉好笑。把我留在这破地方，只能劈柴取暖的人，不正是他吗？如果回了京城，以他的俸禄，我的手艺，只需花些银两买些炭火。但他不，他连沈淑玉骑个马都不愿，要雇马车。宋家哥哥，你怎么能干这些？一声娇呼，沈淑玉进来，提着裙摆到宋长清身边，放下斧头，心疼地拿起他手看。你手怎么出血了？被刮伤的。他蹙眉看向我，姐姐怎能让哥哥做这些粗活？我冷冷一笑。宋长清眼神一疼，轻轻推开了沈淑玉。淑玉，阿乔是我未婚妻，他能做的，我自然也做得。见我依旧表情淡淡，他叹了口气，又拿起斧头劈起柴来。沈淑玉抿着唇，幽怨地看向我。我完全不理他们2人。在离开前最后1日，带上蜜梨去了军营附近。宋长清一直不知道，沈淑玉来投奔那日，他因急着去接她，把我丢在乡道上，害得我差点被流氓侵犯。若不是路过的一个少年官兵相救，我早不知身在何处。自此，我每隔半旬替他将洗缝补些衣物，以作报答。想着今后要走了，又多纳了几双鞋垫于他。孟姑娘。走到门口时，少年叫住了我。他挠了挠头，麦色的脸微红。我在营中练兵无聊，跟人学着打了个镯子，不知姑娘喜不喜欢？躺在他手心的是个银簪，虽不比那玉簪金贵，也是雕刻精细，可见用心。我怔了怔，忙摆手。我戴着又不好看，算了。少年佯装生气，硬是把那银簪投到我篮子里。姑娘说什么胡话？这什么簪子、钗子的，不就是拿来衬人的？你看那老叟还有戴花的，更何况姑娘这样的。他止住了嘴，有些结巴。我眼眶一时泛酸，良久，欠身做了扶出门。姐姐怎么在这儿？我一抬头，正看见宋长清幽深的眼神。啊！沈淑玉轻捂嘴，姐姐怎么从陌生男子家中出来？一句话留了足够多的遐想。周围路过的人纷纷看过来。少年想替我辩解，我拦住他，轻声道：无需多言，没必要把他卷入其中，不过是替人缝补，挣些银钱罢了。宋长清一步一步走来，视线在我们身上停留片刻，落在桌上的衣物和鞋垫上。沈淑玉长叹一口气，姐姐一个未出阁的闺秀，怎么能替别的男子缝衣？宋家哥哥，别怪姐姐，这位郎君倒确实眉清目秀。宋长清恍若未闻，只盯着我，眉宇露出几分痛苦。阿乔，为何要替他做些？你可是还在气我？宋家哥哥。沈淑玉不可置信地拉了拉他衣袖。宋长清微微正色。淑玉，阿乔今后是你兄嫂，切不可言语冒犯。
我有些诧异，但随即又释然。若是一向伺候我极好的老仆转去找了别的雇主，我也会好言挽留。离开前一晚，宋长卿又来到我屋中，手里还拿着那双沈淑玉补过的皂靴。明日便要启程了，阿乔，我想请你再修补下，可好？我上下打量他，不知在檐下徘徊了多久，肩头都被雨水打湿，眼睫也仿若蒙着湿雾，就当是还宋母的抚养之恩。我压下不耐烦，看着他，认真解释。宋长卿，我以为你做出只带沈淑玉的决定时，就想明白了。之后3个月，你的生活里都不会有我了，我也不会再为你做这些。今后你入了翰林院，俸禄多了，钱也别尽花在沈淑玉身上，给自己请个婢女，自有人替你做这些。他眼睫颤了颤，抿着唇，半晌吐出一句，别人都不行，就非得搓磨我是吗？我不想再纠缠，你放下吧，明早来拿。油灯照得他眼一亮。好。临走前，他扶着门框，像是不放心，回头问，阿乔，明年开春你会在这等我，对吧？我点点头。等他一走，就继续收拾包袱。宋长卿，我做了那么久的笨蛋，这一次就不犯傻了。天刚蒙蒙亮时，宋长卿就醒了。不知为何，本该是赴京升迁的大好日子，他却莫名心慌，披上外衣就要去阿乔的屋子寻他。门闭着，门口放了一双皂靴，缝补得很好，一点不见锈迹。他套上靴子，才觉安心了些。这几日走路时的个脚感也没了。真到这分别时候，他忽然有好多话要讲，便守在他门口，讲他留着他亲手做的嫁衣，讲他没想食言，等来年开春来接他入京，风光娶她为妻，讲他昨晚没说的话。他说他已想清楚了，没他的3个月。他想了半夜，不是如此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，就像一双穿惯了的鞋。他不免把注意放在手里捧着的珠玉上，可没有珠玉，日子照过，但没了鞋履，寸步难行。隔壁王大娘的鸡鸣叫了几回，小厮也来催出发。阿乔仍旧未起，他想了想，写了一纸条放他窗前，细细写了码头在何处，船何时出发，约定码头践行。一路上，他骑着青锥马，百姓送上瓜果鲜花，一律婉拒。有人乐呵呵道：“大人可真疼阿乔娘子，还给请了轿子咧。”他笑容隐下去，似乎没人知道后头跟着的马车坐的不是阿乔。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将阿乔留在此地后，他需要面临的是什么？总有人一次次诧异地问他：“娘子不是跟着宋大人去了京城吗？”一次又一次，像是把刚愈合的伤口一次次揭开。那时他要怎么回答呢？他那样脸皮薄的人，当初被同门打去一句美娇娘，都羞得满面红霞，以善掩面。他蓦地有些后悔。他想，过会阿乔来践行，他或许会考虑带上他。他到底是见不得淑玉受苦，只是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此次一去，莫不是永别。码头处人头攒动，百姓来岸边相送，他却迟迟没有登船，直到淑玉的轻咳声惊醒他。他看他细嫩的面庞被吹得泛红，船家适时来提醒：“大人，快入冬了，秋末风凉，船上有雅间备好。”他拧着眉望向道路尽头，有些漫不经心：“淑玉，你先上去罢。宋家哥哥可是还在等姐姐，姐姐怕是害怕送别伤心，不会来了。”应该是的。他收回视线，叹了口气。刚转过身，百姓中有人嚷嚷了一句：“大人上错船列，阿乔娘子在那边船上。”宋长卿失了从容，追问：“是去何处的船？”“哎，怕不是娘子做错了，是去青州嘞。”所有人都看见那位向来处变不惊的宋大人，一夕之间神色大变。我带上木梨登上船时，包裹里只有10两银子，3件衣裳，1包干粮，和同行动辄驮个大包的商客截然不同。船夫忍不住好奇问：“娘子这是去青州探亲？”我抿唇笑笑：“不是，去了就不回来了。”
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一声遥远的呼唤，回头望去，隔着人海，隔着柳烟，宋长卿驾着轻追奔驰而来。我心里咯噔，船家，这船现在能开吗？哎，自然可以，娘子是最后一位客列。等宋长卿来到岸边时，船已离了岸3米，绿水悠悠，他靠近不能，索性骑着马沿着江边送行，眼里似有千万句话要讲。我放下木犁，不愿再看，即至青州都城外，我摸了摸包裹，盘缠只剩1两银子和300文钱，可遥遥望去，人物繁复，雕车画梁，再如何也比那西南边陲小镇好活。第1年春，我拿着替人缝补的工钱，开了家小绣坊。第2年春，我把孟家绣坊搬到了都城最繁华的金陵街。开店那日，花楼张灯结彩，人声鼎沸。我在2楼倚窗独酌，杏花落了肩头。掌柜在窗边再多待会儿，楼下要堵得车马不通了。婢女若烟捂嘴轻笑。我视线扫过楼下驻足的人群，正想掩了门窗，却看见一队浩荡人马自街头而来。这怕不就是新来上任的知州了？若烟道，我没放在心上，却没想到不过半旬就得和这新知州打交道。织造局那赵总管一改往日的尖酸样，笑得眼角堆满褶子。赵总管说笑了，皇家供奉哪里是我们这种小民的绣坊堪担任的？可一到知州府商议，我便明白了。屏风后，宋长卿踱步而出，身穿绯色宫服，腰挂5品官员才有的银玉带。比起2年前，周身气度愈发沉稳，落在我身上的眼神幽邃如深潭。我扶了扶身，疏离又客气。民女见过知州大人。他眼睫颤了颤，对着其他人道：你们先下去，我有话要同孟掌柜单独说道。我没错过赵掌柜那戏谑的眼神。阿乔，你变了许多。他伸手想要牵我的手，被我后退一步躲开。知州这一流，不知今后城里又是多少流言蜚语，还望自重。他眼神一痛，如果你想，那流言就是真的。你我本就是定了婚约。我坐下，抿了口茶，淡漠地看向他。宋长卿，我也不兜圈子了，我不会再嫁你。2年前西南一别，你我就已再无关系。好一个再无关系！他苦笑一下。阿乔果然还是为当年的事怨我。若我说我错了，无论什么办法都愿意弥补呢。他从袖中掏出一个玉簪，那翡翠质地清透，一看就非凡物。当年你怨我没给玉簪，如今只要你开口，再好的簪子我都能为你寻来。当年你怨我离别3月，如今我自请从京官来到青州，只为寻你。这够不够？我忽然有些好笑，拿起那玉簪打量。那时你总说我不需要，如今为何又觉得我需要了？他一时语塞。没关系，我替他说下去。宋长卿，我们10多年的青梅竹马，要1刀2断，谈何容易？刚离开你的日子好难熬，实在想回头了，我就拿出来当年你送的那麻布手套。我不是嫌它廉价，那3年你扪心自问，我陪着你吃了多少苦？只是从前我冬天刺绣活做多了，手起裂口，你给我上药。我一直以为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可沈淑玉来了之后，我才知道，那可以是同情，可以是怜悯，可以是不忍，可都不是喜欢。原来你真正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不是在他受伤之后安慰他，是根本不会让他受伤。我本来还在自欺欺人，但是那个手镯和手套一出现，我知道再也不能骗下去了。太廉价了，但廉价的不是我，廉价的是22岁的你的感情。小时候的你也不是这样的。说完，我放下手镯，推了回去。宋长卿脸色一片惨白，他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在我起身时，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腕。阿乔，我们忘掉那3年，重新开始不好吗？我云淡风轻地笑笑，指着自己的心口。宋长卿，这里早已没有你了。他红了眼，手脱力地掉下去。3天后，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信，来自宋母。我可以对宋长卿自此恩断义绝，但宋母，当年我父母双亡，若不是邻居宋母收留，
我怕早被娘舅买给了人牙子。相国寺香火旺盛，我扶着宋母从清幽小道涉级而上，一路只谈青州的风土人情，直到，我这把老骨头生了病，时日无多，临死前就想看着长青能成家。宋母咳了咳，我顺着老人的背，难得没搭话。宋母拍了拍我手背，巧儿可是还怕那女人来纠缠长青。你可知道啊，长青这2年真是找你找疯了，哪里眼里还有别人？宋母对这2年款款道来。我才知道，宋长青带着沈淑玉回京后，让她寄居在宋家。可宋母哪能容得下这等好吃懒做，还耗尽了儿子俸禄的女人？更何况当年宋长青被贬，连上任的盘缠都凑不齐。宋母去沈府求借银两，被拒之门外，淋了一宿雨。没过几日，就将人赶出门外。宋长青忙着寻我，写信托青州的各个故交，又登门拜访权贵，根本顾不得沈淑玉之事。等沈淑玉好不容易拦住宋长青哭诉，宋长青错愕之余，坦言恩师的情早在这些年还清。沈淑玉穷困潦倒，想寻人嫁了，可因他父亲的罪责，京城哪有权贵敢娶，最终只潦草嫁了个卖丝的走商做妾。而宋长青官途亨通，巴结的人如过江之鲫，不乏有人送他同我相似的女子，但都被言辞拒绝。宋母一桩桩讲宋长青如何痴情于我，我只静静听，如同听说书。我儿不若再给长青一个机会，失而复得，今后定是如捧明珠。我看着已从山林中现出的巍峨庙宇，但笑道：夫人说了那么多，我也有一个故事，不妨听听。第1年开春，也就是宋长青原本承诺来接我的那个春天，我熬了一个冬天攒的钱，被小偷洗劫一空。接着交不起房租，在赶着风寒时被房东赶了出来，头晕乎乎地坐倒在地上时，有官兵来贴寻人启事，赏银100两。我差点要认命了，可是犹豫不决的那晚，我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。梦里我真在那个西南小县等着宋长青来接。后来我等啊等，第1春他到淑玉生病，难以抽身；第2春他到淑玉病重，银钱用尽。我独自熬过了大雪、饥荒和战乱，自此同他音信全无。我不信宋长青真会把我留在这蛮荒之地。我一路走，要走去京城，风餐露宿，霜雪依旧，走了整整1年。到京城时，已被搓磨得形容枯槁。饥肠辘辘之时，路过成亲的队列，童男童女撒下喜糖。我含着难得的喜糖，抬头却看见那高头大马上，一身红衣，风神俊朗的新郎官。不是宋长青，又是谁？我不信，一路跟去。新娘下喜轿，那喜善后娇俏的脸，不是沈淑玉，又是谁？自此梦醒，那最后残留的一点余情也荡然无存。夫人，要怪就怪那梦太真了。宋母唏嘘良久，叹了口气，是我儿作孽了，命里来的因果报应。自此一路闲话。宋母替宋长青求了姻缘签，那签上只的一行字：莫待缘散如冰释，方悟眼前是菩提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